踝可以弯曲吗？有的生命会为疼痛呼喊，很痛，忍耐一下哈，马上就好了。有的生命却只能以沉默承受。Veterinarian has to be a maverick. The animal doesn't speak, so you got to be a sort of a magician to know what the animal is suffering from. 医者怀着人心，穿越城市和人群，只为守护那一线生机，让生命走出暗夜，重见天光。每天下午4点，是慈济医院护理人员小夜班的交接时刻。现在急诊的在院人数是54，然后占床率是71.3这样子。带床的话大概。我是台南人，我在这边服务29年。我在医院里面，我是第一个男性的护理师。那时候跟女朋友吵架。所以履历有多远，我丢多远。我们看一下重症单位。所以我丢到花莲慈济，然后结果第2天一大早我就接到这边的电话，说你明天能不能来上班？所以就好吧，就来吧。在这平权的年代，男性护理师已不再少见多怪。在这里，人们都称这位男性护理长为炳哥。事情发生的过程还记得吗？刚来的时候，我们还不是医学中心，有些病人还是必须要转送到台北，就是用直升机要转送过去。好，坐直升机很危险，学姐都不去，那谁去？学弟你去。好，这是我被欺负的，可是呢，也开启了我后续去学空中救护更进阶的一些专业的。来，你架手牙姐，架手叮当姐。所以因祸得福啊。那我们帮他先给他挂号一下。你拿到那个电视。现在目前男性的护理师其实是已经非常非常多，甚至于我们曾经有夸张到在排班的时候不小心跟大夜班全部8个人都是男生。男性的医师要去帮女性病人做比较私密的检查的时候，他通常会需要有一个女性的护理师在旁边陪伴，好，然后找不到了。除了行政工作和急诊室的救援工作，炳哥还常常需要支援不同的单位。刚刚交班的时候有说有2个带床比较久的那个病人。我来想办法看看。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家有剩1张单人房？好。留观第2床那个有没有可能弄到整合科的床？因为他已经80个小时了，在急诊了。哦，谢了，感恩，谢谢。你经常要做调床位这样的工作吗？偶尔啦，就是因为就是现在目前台湾最夯的一个问题，就是要急诊拥塞。哪里需要帮忙的话，就是我们就去哪个地方这样子。好，新手收到记录了。这就是夜班护理长的工作。来暂停压胸，分析心率。在台湾，医疗界当前的烫手山芋，便是医务人员人手不足的困境。我们这个区域几乎是一个封闭的区域，北部就有10几家医学中心。有的病患会因为个人的喜好，他到某一个医学中心去。可是在东区，我们病患最终都是转诊到我们医院来。我们花莲在台湾来说是比较偏僻的地方，大部分的护理人员都是来自西部或者是北部，可能流失的比外地来得更快一点。护理人员减少，相对来说可以照顾的床数就变少。
可是急诊毕竟是一个24小时开门的工作。那过去我们其实不会有这么多病人滞留在急诊室，很多病人就是等待要住到病房治疗的时间就越来越长。可以说，在台湾的急诊大部分都有这种问题。眼下在职的护理师们虽承担着更繁重的工作，但仍有人愿意为这份天职竭尽所能。要确认这个是自己的 ID， 不然最保险就是关掉重开，然后再用自己的系统去做。可以在急诊室待下来的护理师，我觉得个性通常就是蛮直接，你要能变通才能在这边就是活下来这样子。好，解散。今天廖玉琪的其中一项任务是为一名留院观察的病患进行缝合的小手术。为了精进自己，廖玉琪从未停止学习。稍微先跟你笑一下哈。哦。其实我大概从业第2年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目前所学好像跟我现在临床知识用好像不够，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就想说，是不是应该要去做个突破，去取得专科护理师？小心哦。有点痛哦。专科护理师相较一般护理师有更高的专业知识，能进行初步诊断、开立处方、参与治疗计划制定等。等下纱布给它塞到里面去就好了。OK， 好。我觉得急诊的护理师很常是你自己要独立照顾病人，虽然医生也会在旁边，但是其实我们陪伴病人的时间蛮长的。急诊护理师都是有能力一下子就看出来他可能会变好或是变坏。护理师其实会很常就是做医师的医嘱嘛，那专科护理师就是有点像是再进阶一点，他可以在医师的同意下，就是执行某些侵入性的技术啊，就是比如说像缝合，或者是说一些开药等等的这样子。眼看病人前仆后继，工作像从未平息的浪潮，永远看不到尽头。其实是我在大学期间就有在做救护志工，就是跟着救护车跑 case 啊。那时候来急诊的时候，就是看到蛮多学长姐就是很稳当，然后每个人就是很快速在处理每件病人，我就觉得他们这样子其实很帅气，所以那时候毅然决然就决定投入急诊这个志业。其实我在学习过程中呢，其实都是吊车尾哦。但是其实是我来临床之后，我就是深刻觉得我应该是对我的病人要负责任，所以我才开始在工作之余开始有认真的读书，慢慢补上来。我觉得为了工作牺牲蛮多时间的吧，就是可能是为了要读书啊，或是考试，或是取得证照这样子。对于医护人员，这个社会期待太重了。我后悔吗？好像也没办法后悔。但我觉得我想的是，你要怎么样做不一样的事情啊，让工作外的乐趣可以超过你这个工作上的苦。世界上或许不存在超人，但他们超出常人的能耐已经成就不凡。在亚洲的另一端，印度南部的班加罗尔，印度第6大城市，也坐拥花园城市和印度硅谷的美称。在距离市中心10到12公里的郊区，坐落着一家鲜为人知的野生动物医院。Open Marty. Here are the macaques which have been rescued from the city due to different reasons. So this is like a squeeze cage. You can trap the animal here. So we can handle him, apply medicine or inject him, and after it is completed, we can push him back. From being treated here, after they are okay, they come to this cages.
so that their mobility can be gauged. So many of them are blind here. So we see to what degree they are okay and whether they can be released back into the wild or they should go to the lifetime care. So this is a lifetime care enclosure. So this contains the bonnet macaques whom we have rescued after they being electrocuted. So they come to us with their limbs in gangrene and are toxic conditions. Many a time we have to amputate their limbs to save their lives. 但这些猕猴一旦四肢受损，便无法再攀爬树木。如果放归大自然，它们不仅难以觅食，还可能因为索取食物而跟市民发生冲突，甚至面临再度受伤的风险。That's around 0.5 to 1% of rescues. They cannot survive for themselves in the wild, so we keep them back here. So we give them good food and we look after them well. So this is the black kite enclosure. We almost rescue 3,000 of them every year. Caught in Manja. So we test their flights here, we see the flights. So when they're okay to fly, again they are released back into nature. 许多动物在入院后一住就是好几个月。It's more of a rehabilitation. So only 20% work is treatment and 80% is rehabilitation. So the management is very important. Observing how are they eating properly, are they okay? 放眼望去，这里的病患似乎以鸟类和猴科动物居多，但其实医院对各种野生动物都来者不拒。We get a lot of snake cases, almost 4 to 5 snake calls every day. We almost rescued around 13,000 snakes so far. This has come around 12 o'clock in the night yesterday. 纳瓦兹在 PFA 野生动物医院担任院长已有8年了，是医院里最资深的兽医。I wanted to be a veterinarian when I was a young kid. I was a veterinarian in the army. I hung up my uniform, so Bangalore is my home city. This gives me an opportunity of putting my veterinarian skills, my management skills, HR, which all I learned in the army. So all those skills can be put here. 从小就喜欢动物的纳瓦兹，虽然是院长，却凡事都亲力亲为。怀抱着对动物救援的赤诚之心，他不断精进专业技能，从未停下学习和成长的脚步。Veterinarian has to be a maverick. The animal doesn't speak, so you got to be a sort of a magician to know what the animal is suffering from. The history also is very sketchy. So it's an art you have to develop after looking at the animal. So it's an exciting job of serving the voiceless. 成立了24年的 PFA 野生动物医院，隶属于印度一个非营利机构。由4位动物福利倡导者共同创办。1990年代是一个城市迅速扩张、绿地不断消失的年代，野生动物频频受困于钢骨水泥之中，受伤、迷路，甚至死于非法捕猎。有鉴于此，4位动物福利倡导者便在2001年于班加罗尔成立了这家野生动物医院，专门拯救城市中的野生动物。医院的病患以猴科为多数，这是因为在班加罗尔，猕猴和人类的生活范围高度重叠。它们虽然已经习惯穿梭于这座水泥丛林，但密布的高压电线却是它们最致命的陷阱。Usually, what macaques do is for easy food, they come near the houses. So obviously, there we see a lot of power lines. So usually, they think it's just a tree and try to pass, and they hold both the wires and get electrocuted. We get a lot of electrocution cases. That's the most common case which we get in bonnet macaques.
这只猕猴即将接受一场十分关键的手术。So it had bit the electric line, that's why it has the injury in the mouth also. And also its leg touched the electric line. That's why we can see the gangrene wound in the leg, and it had fallen. So our rescuers immediately rushed to the site, rescued the macaque and got it to the shelter. Came 3 days back, but it was not doing good, it was dehydrated. So we stabilized it for 2 days until it can undergo a surgery and anesthesia. 猕猴因伤势过重，伤口已遭细菌感染，甚至引发部分组织坏死。为了保住它的性命，兽医马达夫别无选择，只能为它实施截肢手术。In case of simple fall or automobile accident, we can correct it with pinning or plating. But in case of electrocution, there's always nerve damage which can lead to gangrene. In that case, even the surgery to fix the bone, it's of no use. Again, it will get necrosed. It's sad, but one leg they can survive. So we tried our best to help the macaque in every way possible. It is recovering from anesthesia. So once it recovers, we'll be shifting it to the squeeze cage, where it will be easy to treat them and feed them. Bonnet macaque without one leg, they can survive if it is in the troop, so that each other care for each other. So if they get used to it, the other macaque can take care of him. So it will form a bigger troop, then we'll release it to the wild. 加入医院4年来，马达夫已经数不清自己参与过多少场手术，如今早已成为医院里经验丰富的资深兽医。Yeah, the first time I performed the surgery, I was a little nervous. I told myself that I can do it. If it is any unique or new kind of surgery, so I go through it, I read books so that I feel confident when doing it, and I'm always prepared for different things. 即使多次险些被野生动物咬伤，马达夫依然无所畏惧。他从每一次遭遇中学习，汲取教训，不断磨练自己的技术和判断力。There were a lot of close calls, getting bitten by animals, venomous species or macaques, but that nothing major happened. So we try to handle them better in a safe way. Those are the life-changing moments where we learn something. I sit and think what mistake I did, and I try to do better and come up with an idea where I don't repeat. That doesn't mean I don't respect animals. Each animal deserves that respect. Being scared and respect is completely different. So while treating any animals, you should respect them first, even if you're not scared.下午2点，值晚班的救援人员抵达医院，准备上班。Hello, people for animals. Okay. You can make a short video and please share your current location to this number. I will send a rescuer as soon as possible. 穆罕默德接获通报，一条蛇闯入了民宅。The informer who are called for the snake rescue, it's a spectacle cobra, it's hiding under the drawer. So they are very panicked, and we also informed them to monitor the snake. If the snake move away means we will not get it, and we can use a waste of time to come here. So this has come because there's some work going on in the nala next door the wall. This here. Yesterday they started digging. I think he has come this way.
在野生动物医院接获的通报中，爬行类动物的救援任务最为常见。其中，让救援人员最为惧怕的是眼镜蛇。这种剧毒物种一旦咬伤人类，可能在短短30分钟到数小时内夺命。正因为潜藏着如此高的风险，每一次出勤，穆罕默德都步步为营，格外谨慎应对。The snake head movement is the main thing we should focus on because it can turn everywhere. In the Russell Viper cases, no, they can strike up to 3 feet. 穆罕默德担任救援人员才短短2年，却已是经验老道的捕蛇好手。有些民众因为畏惧爬行类动物，往往会选择杀害甚至杀死它们。因此，医院多年来持续向公众宣导，当野生动物闯入人类生活空间时，其实可以用更温和也更安全的方式处理。例如，拨打求助热线，让专业人员协助他们安全转移。We release it in the same place because the snake habitat will be the territory around the 3 kilometers radius. There are food, they know everything in that territory. 在医院里，工作人员一刻也不得停歇。其中，康复照护人员的职责尤为关键，因为只有透过细致、耐心且持续的复健训练，受伤的动物才能好好康复，重新适应野外环境，回归它们原本的家。普利亚作为医院唯一的康复护理师，承担着举足轻重的责任。This is Cerelac, okay? We have Cerelac for all the baby squirrels over here because they're lactose intolerant, so we cannot give them anything lactogen related. To these products, we add honey because it's more nutritional value for them. And then we'll be adding hot water to this. For any animal which you are feeding, the feed always has to be warm so that there's no infection they can spread or there no bacteria are there. On a daily basis, we come to PFA and we check the condition of the animals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day. We check if they've survived the night or if they've eaten well, they're doing fine, and then we start with the feeding, where the animals which are taken care primarily under us, which are still hand feeding, which are very young, will have to be fed in the morning, the first thing. 送到医院的幼年动物，大多是跟父母失散的孤雏，它们年幼且脆弱，如果直接放回野外，几乎无法存活。因此，医院会循序渐进地训练他们如何觅食，如何躲避危险，让他们在没有人类帮助的情况下，也能在自然中独立生存。为了配合每只动物不同的喂食时间，医院制定了详尽的喂食表，使照护工作更加有序。Sometimes I am scared of the wild animals, but then coming over here, I've realized how beautiful they are, so I've learned how to handle them. So it is like in the future also, if I see any bird in distress, I'll know what to do, how to take care of it. So that's a nice thing. 野生动物医院共有11名员工，而普利亚是唯一的女性。她加入医院仅几个月，却对这里的一切了如指掌。In 2023, during June, I did my internship here. So after that, whenever I had free time, I used to come here, volunteer, spend time with the animals, taking care of them, feeding them. And after that, when there was a recent job opening, I was like, I can try out a job at my favorite place. So that's how I joined PFA. 在这里，工作讲求的是实力、经验和默契，不分性别，只看担当。So I don't see a lot of gender discrimination happening. They treat me very much equally as the other people, and it is very nice that they're not like, oh, you're a female, don't do that, don't come for the release. Even if it's at night, I can go for release. I tend to do that as well. So that is very nice.
傍晚6点，其他人已下班，医院只剩下2名夜班救援人员坚守岗位。正当穆罕默德以为这将是一个平静的夜晚时，穆罕默德向通报者交代清楚如何照顾受伤的动物后，便继续赶往第一救援现场。My daughter and my mother, they saw this chick fallen from the tree and they kept it safely in the home. We can see small injuries on the head. So if we live in the outside, cats and dogs will eat it. So we wanted to rescue it. I searched for some rescue numbers. So I got this guy's number and called them. ಯಾವುದು ಬಾರ್ಬೆಟ ಸರ್ ನಾನು ಹೇಳಿದೆ ತಾನೆ ನೀವು ಆ ಥರ ಮಾಡಿದರೆ ಅದು ಸತ್ತೋಗ್ತಿತ್ತಿಲ್ಲ ಹಂಗೆ ಅದೇನಕ್ಕಂದ್ರೆ ವೈಲ್ಡ್ ಎನಿಮಲ್ಸ್ ಅಲ್ಲ ಅದು ಹೆಂಗೊಂದು ಬಿದ್ದಿರುತ್ತೆ ಡಿಹೈಡ್ರೇಷನ್ ನೀವು ನೋಡ್ಬಿಡಿ 由于夜间值班人手有限，当救援人员无法及时赶到现场时，往往只能请通报者协助处理。还未赶到现场，便传来了动物的死讯。对于救援人员来说，这样的消息总是难以释怀。 I can't handle it if the animal is dying in front of me. If it is in the wild, it is okay. If it's from us, from human beings, it is harmful, like electrocution, dehydration, road accidents. We are. 每一次出动，救援人员无不怀揣着拯救生命的热忱，但在一些无法預料或控制的情况下，最终往往只能带着沉重的心情折返。 Hello. Storage, ma'am. Sometimes when I receive the call, I can't rescue the birds, so I feel very sad. As a rescuer, trying to save one life is like a very important to us. As a human beings, we should protect every beings in this world. 当我们因野生动物的闯入而感到恐惧或厌恶时，可曾想过？ 城市的每一次扩张，正逐步侵蚀着它们脆弱的家园。在同一片天空下，不同的物种为何如此难以共存？位于台湾东部的花莲慈济医院，赖佩芳正巡视急诊部门的留院观察区。虽然急诊部总给人急迫、严肃的印象，但赖佩芳似乎有自己的步调。再回诊。我们在医院里面，一看一个人的行为模式，你大概就可以猜出他是什么科的。在我们医界都会有很多这一类的笑话，像急诊医师一定是穿球鞋，没有人西装笔挺。 你到每个学术讨论会去看，那急诊科医师通常都会很像在开园游会，虽然要去听很严肃的话题，可是大家的穿着会很轻便，然后见面聊天也很轻松愉快。对赖佩芳来说，登门的病人或许无法挑选，但心态可以自行调试。我记得从医学院开始老师就跟你讲一件事情，你要从病人从椅子上站起来的那一刻开始看他。这个对。 他走路看看，确实有时候这么多年下来，我觉得有的时候病人走到你面前的时候，有一些部分是可以这样就知道了。
哦，他到底是肾结石还是盲肠炎，因为走路姿势就完全不一样。先可以开止痛药回去吃，好，那你坐一下。我在这边观察到，就这边比较容易看到疾病的晚期。在这边有的时候是因为他可能一个老人家住在乡下，没有人可以带他，所以他就会拖一段时间。这边经常看诊的形态就是一个外籍看护推着老年人进来看诊。那个老人可能他生病的关系，他基本上不能讲话，所以这个时候很难从病人跟他的看护身上找到任何线索。这个可能是我们急诊医师最强项的地方，就是我们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归纳出这个人可能有的病因是什么。肚子会不会痛？这边，这边。对急诊部来说，真正的挑战或许未必来源于疾病本身。我想要请问一下，我妈妈现在要在这里等，还是我们可以先带她去楼上？你要先稍等一下，因为等一下护理师还要找他。好。民众他们常会觉得自己的事情最急，既然叫急诊，我就要立刻马上。他永远觉得我们好像一直在为那些其他病人忙。其实，在急诊哈，如果你没有一直被打理，你要很开心，表示你问题不大。痛吗？一点点。总是会有人跟你说，我 Google 我妈妈可能是这个病，我爸爸可能是这个问题，你要不要做一下检查？那你就会觉得说，他的推论有一点离谱。这时候我通常会跟他讲说，其实专家就在你面前，直接跟你讨论会比较准确一点。一转眼，12小时的值班来到了尾声，夜班的医师也准备接替日班的未尽之夜，急诊部门依旧繁忙。接替赖佩芳的是急诊部资历最轻的急诊主治医师之一魏伟霆。好，我们交班完毕了。我们今天病人很多啦，大部分都是3、4、5级比较轻症的病人。是你选择做晚班的吗？我的年纪还没有办法选择啦，对，因为我还是最之前的，大概我们白班跟夜班就会轮流上这样子。病人就整个是搞混，说打了显影剂就要洗肾，就是误会，整个误会那一。才刚接班，魏伟霆就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你好，爸爸误会说打那个显影剂要洗肾，我跟他说不是这样。几率低啦。因为阿公你肾功能这是1点。夜班大概就是7点到12点的时候是最累，因为你要接上一个医师还没处理完的病人，你要花一段时间。不会时间的哦。不是说打了就一定要洗肾，让没有人敢做这个检查。你只知道他的报告结果是什么，然后你又有新的病人，好不好？哦，不好意思了。我们医院是比较开放一点，所以民众会直接看到医师在做什么事情。病人他们会觉得是我一直坐在这边，我怎么没有起来去看一些病人？什么是不是在摸鱼啊，还是什么？其实我们在电脑上面大概都是看他们的抽血报告、验尿报告、X 光片啊，这些都需要花时间。因为医学我自己觉得啦，就没办法像制造业，你要快又要好，这个风险会很大。有的病人等不及见到医师，有的病人则迫不及待地想要出院。所以你现在很想回去了，但是我比较担心心跳这个问题，因为这会有风险的，要先跟你们讲。更多时候，令医师们疲于应付的是人情世故。好，那我就开药让你回去了。好。以前的社会就是医师讲什么，你们可能病人就是要听，有点像父权社会这样子。那当然现在的话，有时候医病沟通可能变成朋友这样子啦，或者比较对等。我们也不会觉得说病人一定要给我们尊重或是怎么样。现在的社会大概是只要不骂你不呛你的都还好。就在诊间人潮不间断的时刻，一名老翁被送到医院，他的情况看似紧急，被直接送往急诊室里。他的看护跟女儿就发现说他意识不太对，然后呼吸很急促。不确定是中风还是出血，反正是突然有变化啊，应该。那来的时候其实就二氧化碳浓度蛮高的，那有一个呼吸衰竭的状况。
那插管之后才查看原因到底是什么。有时候病人一来，其实对他不是这么了解。那他如果来的疾病又来得很凶猛，然后很危险的话，那你面对一个完全未知的方向，就是会感到有压力。那真的有时候你在一团迷雾当中要摸寻到方向的话，是比较困难的。一名呼吸衰竭的老翁被送往花莲慈济医院急诊部进行抢救，医疗团队果断决定为他进行插管，以利后续的判读。插管是我们住院医师，因为住院医师也是需要学习训练，那我有主治医师在旁边看。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我们讲说 difficult airway， 就是病人有时候比较肥胖啊，或舌头比较大啊，一直出血、冒血，或一直有呕吐物，这些都会增加我们插管的难度，这个会比较困难一点。像今天没有遇到这样的状况，那也很顺利，一次就插上了这样子。好。我们可能还是要得到病人最近发生什么事，从病史，然后生理检查，后续到一些抽血啊或者影像学的报告，那综合出来给一个最可能的一些诊断。得到这些资讯之后，如果有比较紧急的决定，需要跟家属讨论。还是有一些民众会说，对，可不可以请专业一点的医师过来看？因为以前台湾的话是各科会有医师下来支援。手来这个弯曲吗？实习师也会下来，那后续是有急诊专科医师这个制度之后，才慢慢会有急诊专科专门在急诊这边工作这样子。我一开始是蛮喜欢这个工作的。来这边，大哥怎么样不舒服啊？胸闷哦。之前的话可能会把一个病人想要摸得非常清楚透彻。你的肺部好像不是很好哈。但又需要花到很多时间。理想上能够做到这样是最好，对病人也最好。做检查哈，病人先等一下哈，他等下会叫名字。那但是有时候量真的太多，我们可能只能有个大方向。来，请进这边。然后变得是说决策可能会比较果断一点呢。加一天啊。好，旁边先稍等一下，今天人比较多，要等哦。早上7点，一转眼，魏伟霆12小时的值班结束了。短暂进行交接后，他没能立刻休息，换上便服的他要继续他的另一项天职。我是台中人，在花莲这边的话，就只有我跟我太太跟2个小孩子这样子。哦，还好吗？有2个。比较习惯这边的生活形态啦，小孩子在这边生活好像压力也没那么大。小朋友白天去学校，那晚上回到家里，理论上正常的生活应该是爸爸妈妈晚上可以陪到。对我们急诊医师来讲，有时候因为要上班就没办法。顶着下班后的疲惫，魏伟霆在家中逗留片刻，这短暂的时光弥足珍贵。大儿子他大概小学以前是在彰化，跟我岳父岳母他们同住了。后来想一想说，小朋友还是需要爸妈的陪同，可能会比较好一点，所以小学的时候就接过来。有舍有得，对。2个小孩的话，真的身体健康，然后快乐成长就好了，不要太大的压力。我目前是不建议他们从事医疗的产业嘛，尤其是现在这个医疗环境的话，可能会比较不友善一点。台湾向来在多项医疗评比中名列前茅，
全民健康保险制度在国际间也被视为成功且具有高效率的典范。然而，这些福祉背后对医界带来了隐形的挑战。如果要治疗，要做我刚才讲的，从我医生的角度，有一个部分让我们非常方便，我不用去跟他谈钱的事情。我们做一个昂贵的检查是非常简单就可以决定的，健保都会给付他，皆大欢喜。好，谢谢。医生开心，病人家属大家都开心。可是你想想看，如果我现在帮你做个头部电脑断层，你要花掉5000块台币，但我不知道你确实有没有脑出血哦。这时候双方压力都很大。这个部分台湾的医生是幸福的。你的 X 光跟心电图目前没有问题，好，所以但是我们担心。那当然有对我们不好的地方，就是你说会不会滥用？一定会啊！只要这是个方便的、便宜的、不用花钱的，那它就会被滥用。那今天怎么样？真的还可以。而且台湾民众他们一直都认为医疗是很便宜的东西，不应该很贵，那就不够会尊重你。那急诊是24小时门都开着啊。那其实别科的医师也是会滥用我们啦，因为他们自己手上资源可能不够，他就会跟病人说，那你去急诊，因为他会信任说我们一定会把他病人照顾好，不会让他病人在家里受苦受难，所以他就把病人弄过来。才刚结束看诊工作的赖佩芳没能闲着，她在急诊室里撞见了护理师廖玉琪，正为一名患者张罗小手术，便决定协助他。哎，那这是谁要打信息？陈拔，对啊，他好像还在忙啦。那我可以帮你打，真的吗？对啊。好，那我不要纠结。好，不要纠结，我们2个一起工作，比较省时间。我觉得护理师要当一个很厉害的观察家。好，这样子。很多医生他们会有自己的个性，所以我蛮喜欢观察医生们的。护理师其实很常会很紧张，会想要赶快知道病人的动向，但是赖医师他都会知道病人的动向在哪里。他是一个不用被人家催的医师。很痛，忍耐一下哈，马上就好了。所以他自己会有他自己的步调，所以我就是随着他的步调去做处理这样。其实急诊医生跟护理师很容易有革命情感，我们就是一起处理一件很高压的事情，所以在那个过程里面，你会感觉到互相帮助的那种情谊。缝而已，再缝而已。好了，好，换你上场。护理师是我们的伙伴哎，当你的伙伴过得不好的时候，你不可能过得多好。再一点好不好？护理人员离职很多啦，病房虽然有那个床位在，但是没有照顾的人力。他就都会卡在急诊室，不管我急诊做得再好，他空间还是有限，照顾的人力还是有限。好喽，我要出去喽。我觉得可能没有解决的一天呢，除非就是护理师能够回流。我想全世界大家都会面临一模一样的问题。高端的器材、药品。这些耗材固然是院所里珍贵的资源，但流动的人才或许才是医疗体系里隐形且最珍贵的资产。缺乏医护人员的医疗体系应该如何支撑下来？这些不断在全球医界上演的情景，正一步步改变我们未来就医的环境，也说不定。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多的男性投身护理岗位，他们用温暖化解生命的重负，用坚毅守护病患。病人每个进来都是病危的，所以每分每秒都很重要。อยากเสียชีวิตที่บ้าน。然而，即使满怀热血，有时仍难以跨越沟通的鸿沟。แล้ววันนี้อยากให้หมอทำอะไร